欢迎来到台女自助餐第11集。这一集的主题是打女人、睡觉家暴主，这也是一个跨越国际和时空的经典话题。虽然威胁要打女人或是取笑新闻中的女人被家暴或是情杀，在网络上是很常见的事，但是教徒并没有针对这点特别发明什么词汇。可能使用暴力是人类很本能的事，所以不太需要什么语言去描写吧。就像虐待猫狗对某些人来说也是日常一样。这集要介绍的这几个词语，有些是台湾传统的俚语，有些是这几年的新闻变成的网络流行语，比较没有特别需要解释的。这组总共有12个词，分别是盆栽要剪，女人要扁，处男爱听，莫爱叫啥嫩丁，处男爱翁，莫爱叫啥嫩供，家庭要温馨，女人要淤青，女人要打才会乖，男女平权，打踢高手，干踢高手，修理洗碗机，沙包，童家拳，打女人的男人才是真男人，台女见一个打一个。第一句是盆栽要剪，女人要扁，这句应该是目前网络上跟打女人有关最常用的流行用语。教徒通常只会讲盆栽要剪，后面那句大家就能够自己意会。这句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你要一棵树照你的意识生长，就要把你不喜欢的部分剪掉；你要一个人照你的想法做时，就要遏制对方不服从你的部分。这句话大部分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实用规则，你爽就可以用。因为事实上打人任何时候都不对，所以也没有所谓合适的实用时机。你在网络上看不爽任何一个女人，就可以威胁要扁她。至于这算不算恐吓罪，我不太确定，但是我并没有看过新闻有人因为这句话被告。第二是两句台语谚语，处男爱听，莫爱叫啥邓丁，处男爱翁，莫爱叫啥邓公。这两句是互文，就是要把上下句的意思互补才会完整。翻译成国语就是家运要兴旺，老婆要照三餐殴打。听就是昌盛，翁就是兴盛，两个意思是差不多的。拱在台语词典里面是用棍棒等用力殴打、撞或是敲。金是捣米的那个动作，就是把谷物用杵臼捣去它的外壳，也有击打、撞跟揍的意思。古代认为一个家的家运取决于女主人有没有德性，能够相夫教子，所以要常常用棍棒教训女人，她们才不会偷懒或是动歪脑筋。不过我查询的过程中看到一个很幽默的网友说，处男爱听，莫爱叫啥邓金，金是亲嘴，处男爱翁，莫爱叫啥邓拢，拢是撞击的意思，就是某种爱的运动。如果你对自己那方面有信心，这也是一个让老婆服气的好方法，而且是心服口服。希望大家能够用和平取代暴力。Make love not war 好吗？第三句是家庭要温馨，女人要淤青。这个含义跟上一个一样，很直白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其实说淤青还客气了，至少不是说要切发块。现在只要发生情杀事件，下面就有一堆酸民为审先判说，一定是女方占了方便宜，所以才会被杀。第四句是女人要打才会乖，这个也没有隐含意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跟上面那几个一样，他们就觉得女人就像小孩一样，应该要被男人管教。而有些父母的教养方式就是讲不听就用打的。第五句是男女平权，这个在红药丸那边会再讲是权这个字的由来。这个权是拳头的拳，我这里就先解释这个词的意思。丑女派的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女人都只会胡言乱语、无理取闹，只有男人才是理性的，所以不用理会女人在说什么。反正男人拳头比女人大，又让女人闭嘴，拳头猫下去就对了。所以这个也没有使用场合的限制，任何时候都可以用。但通常是讲不赢对方就会搬这句出来，觉得使用暴力自己一定会赢。第六个是打踢高手，这个词里面的踢就是女同志里面比较阳刚的那一方，是英文 tomboy 的简称。至于为什么要打踢，这也是一个传说中的 PTT 故事。大致上是这样，有一对学生情侣，女方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个 T， 那个 T 疯狂纠缠，连女生的男友出面了还不制止，最后男方就揍了那个 T 一顿，然后那位女童一开始装男人的声线，后来被打爆就变回女人的声音求饶。教徒就觉得这边很高潮，因为他们觉得女人就是以该有女人的样子。
其实故事里面那位女同志的行为是真的活该被打。不过这句话的使用场合常常不是用来跟 T 吵架，而是乡民自己聊天聊到 T 骂他们几句用的。通常是在靠北为什么连 T 都有女友抢了他们的名额之类的。有点像为什么地段89都有女友我却没有，或是觉得 T 在日常生活中态度嚣张不尊重男人。不过我个人经验，纯女同网络上其实蛮低调的，可能他们感情生活也不会有男女对立的问题吧，所以就也没什么好吵的。以这点来说，我是有点羡慕同志。我觉得男女关系掺杂太多利益交换了。第7个是干 T 高手，这里的干就是性交的意思，不是干架的意思。这句理论上应该放在性关系那一组，但是因为剧情跟上一个一模一样，而且这句话的内涵其实跟打 T 比较类似。教徒不爽的点不是真的 T 不给他干，而是 T 干了他想象中的女友。我不确定这样是叫做丑女性向歧视还是雄性竞争意识，因为他们也不是真的想意淫 T， 只是想从竞争对手身上找缺点攻击，就像骂89是猴子没有文化一样。在他们眼里是女人就是最大的缺点，所以他们就用丑女来攻击。这个我倒是没有查到他原始的故事，只知道很多教徒会声称自己有很多女同志炮友，意思就是女人喜欢的其实还是男人。女同是因为没有吃过肉棒，不知道男人的好才会当女同。他们觉得只要跟男人做过爱，女同就会变正常，就像某部分的直男会幻想 gay 都暗恋自己一样。在他们的价值观里边，女人理应要喜欢而且服从男人。T 既然也是女人，就不能例外，所以会一直幻想自己可以用拳头跟肉棒征服他们。可是实际上也知道某些比较铁的是不可能转性爱男人的。至于他们为什么最针对 T， 因为其他类型的女同他们看不出来啊，所以 T 就很衰，常常要面对教徒莫名其妙的仇视。第8个修理洗碗机，这个在第10集已经讲过了。洗碗机是女人的代称，所以修理洗碗机就是修理女人。因为这集在谈暴力，所以顺便带一下。第9个是沙包，这个是早期的用语啊，现在年轻人不太用这个词，但是通常也被拿来形容家暴。老一辈讲家暴会拿沙包来比喻女人，因为沙包就是一个放在家里出气的用品，你可以打她，而且她不敢抗议。以前的女人就是这种状态，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敢离婚。不过这个没有性别之分，因为男的被恶霸打也会被说是沙包，被霸凌不敢反抗的学生也是沙包。第10个词是同家权，这个其实不是拿来骂人用的，它只是一个网络流行语一个梗，因为刚好跟家暴有关系，也算蛮有创意的，所以就顺便记录。通常一个武术家很出名的话，我们会用他的姓氏加上成名的招数，给他的门派取个名称嘛。例如陈氏太极拳就是姓沈的老师开发的太极拳，所以同家拳就是姓童的武师开发的拳法。这位姓童的大师叫做童仲彦，他是台湾的议员。其实他的资历看起来是蛮有才干的，他是政大新闻系毕业，前后任职多家知名媒体，而且是蓝绿通吃。他去国外镀金的学历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社会政治学硕士。他本来是民进党员，后来自己出来组了一个金色力量党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上新闻，不是因为他的政见，是因为他打老婆。但是打老婆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这个人神奇的点在于，他一直打女人，但是一直有女人。因为刚好搭上丑女的热潮，所以就很受教徒欢迎，把他当作红药丸当中的阿法，也就是男性精英的胜利组，封他为同家权。然后他好像也发现丑女可以吸收一些支持者，所以也会发一些文章骂女权自助餐。我因为要写文章，所以又去搜寻他的资料，发现他最近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他最近跑去拍 A 片，馆长有买，但是他说不好看。总之这个人的经历都还蛮奇葩的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。同家权通常不会拿来骂女网友，只是他们讨论到打女人的话题的时候会拿出来当谈资而已。第11句是打女人的男人才是真男人。你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讲反了？那句老话不是说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吗？这个就又是教徒的创意了。他们是把那句老话拿来改，在后面又加上一句，变成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，是真男人。
不过说真的，这句到底是在表女人还是男人，我有点疑惑。如果说其他的用词是试图用暴力来维护男人的统治正当性，这句好像直接认定男人就是不文明的野兽，所以真男人一定要打女人。可是男人都是潜在犯罪，要预防性羁押，这个不是某些极端女权的论调吗？原来丑男丑女也是有一加薪的时候啊。第12句是台女见一个打一个，这句常被拿来威胁女网友，出现的频率跟盆栽药检差不多，有的人好像已经把它当成签名档来用了。他的故事也蛮劲爆的，是黑爆米花。他来自一个社会新闻，是一个学生乐团的自我介绍。这个乐团成员的歌曲 YouTube 上面有影片，但是因为录得不太清楚，所以我就不介绍他们的歌。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研究。它的由来是这样：2020年的5月，淡江大学词曲创作社的成果发表会介绍，有一组乐团叫做台女终结者4号，4号是团长的名字。他们团的自我介绍栏写了一段让台女很生气的侮辱性文字，所以后来就被演上。这段介绍是这样：好的女生必须要下得了厅的，上得了床。台女真的欠干又欠扁，就让我们举起男人的法锤，看到一个打一个，没有制裁到台女绝不放下。后来词曲创作社是道歉撤文了，但是那个乐团就坚持他们是对的，还恐吓批评的同校学生要打人，两个人后来还弄上法院，真的是血流成河啊。其实这种校园男女学生互骂的情形以前也有出现过，交大就曾经出过2首自创曲，交大无帅哥跟交大有恐龙，里面涉及攻击异性的歌词分别是，结果到了交大一看，男生真的多又多，多的跟野狗一样，长得也一样。还有交大有恐龙，一只一只的恐龙，不要穿裙子出来，不要咬你的奶奶。我印象中辅大也出过打油诗，可是我找不到。印象中第一句好像是辅大女生老又丑之类的，然后有女学生也做了一首反击的，我记得是在说雕小。其实这种男女地图炮我不太赞成用同样的方式去回击，因为回击地图炮你也得开地图炮，那你也站不住脚啊，最后就只演变成互相人身攻击。我觉得淡江事件这事直接检举是对的，就交给司法决定就好了。